若是再过来，我便立刻杀了你。君天，杀了他！穆玄灵，穆玄灵！ 这里是安玉的荣渊啊，阁主呢？尊师，阁主让我们救你出碧霄宫，你为何带我们来这儿啊？诸位，阁主通过令牌传话于我，待修仙阁所有灵族来此集结，他说将要带大家去一个真正平等的无忧之地。无忧之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 现在，该你们借我一些力量。阁主，为什么？ 玉血宫是谢雪晨，阁主要杀我们，是谢雪晨救了我们，一个人族救了我们。煎熬万年，牺牲这么多人的性命，就为了开这天梯，为了成神。在你眼中，神族是什么？过去神族高居9天，统御3界，他们漠视众生为蝼蚁。 给人界带来无尽血泪。那时人族还没有神窍，无法修仙，只得祈求神族眷顾，受神族驱策奴役而不自知。但万年前，唯一能修炼灵力的人族，世人尊他为圣，奉他为人皇。 我娘说，上天后就不能再回家了。有什么好难过的？能被选为神士是家族荣耀，是好事。做神士会被陷阱，我们会死。你别胡说，那不是死，只是离开凡胎肉体，去往天界侍奉神明。别说话。圣君有命，要好生照看这些孩子。是。是圣君要我们去死吗？ 别误会他，孩子。圣君生来便受天道所重，本不该沾染这世间凡尘。但我在圣君身侧10余年，没有一日他不是在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而操劳。你所在的村子，难道没有受过他的保护和恩惠吗？即使是人皇圣君，也有他的难处。
但我们要相信他，定能给我们最好的世界。然而后来，人皇圣君背逆天道，登天梯，弑神族，最终落败。世人皆唾弃他的野心和狂妄，可我却敬慕他。我敬慕他身为一介凡人，敢于只身挑战整个神族的勇气和力量。我要的就是让整个不仁的神族覆灭，否则早晚有一天，他们还会再来人间。我杀人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那就是什么？神事何在？不会有神事了。昭明，你想违背天道吗？神族所行并非正道。今日，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这不可能！人皇未能杀尽神族，便已陨落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怎么会没有神？万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圣光，一定还有神，那里一定还有神。邪修不容于世，每隔100年便要改换一次身份皮囊，苟活至今。难得你还记得我。天书司命，尽知因果，名不虚传。昭明邪君，逆天诛神，堕成魔，朕与荣渊。都是假的，世界是假的，传说也是假的。你在说谎，天命树在说谎，万年骗局，这才是真相。昭明无罪，昭明无罪。无罪。
人皇昭明狂妄不堪，罪孽深重。今奉天意，将你镇于荣渊之下，永世不得出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说会在家中等我回去。如今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乃上古神器混沌珠，掌时空权柄，维系世间运转，怎么可能被你藏养于家中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，想要与我成亲，愿意与我相伴千年的吗？那不过是受你人皇之气滋养，为偿还你因果所为。我生于混沌，寿元无尽，千年于我而言，也不过弹指一瞬。但如今，你为一己私欲上天弑神，狂悖不已，滥杀无辜，我便不能再如此纵容你。不，你不是阿朱，你是谁？果然一介凡人，难免贪嗔痴之念，事到如今还要自欺欺人。若我不是阿朱，难道世上还有第二颗混沌珠不成？天梯原为人界与神界沟通之桥梁，现因人皇昭明忤逆之举，天梯惊起废除，从此人界再无登天契机。我被天命树镇压于地底，与此同时，天梯陨落，从此之后有了荣渊，我也被镇压在这荣渊之下万年。万年之后，还是同样的脸。越是看着无辜，就越是歹毒。你既然来了，便让本尊好好想想，该如何报复你。当年我以血魄灵力滋养你，今日这血阵中，本尊要将原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取回。混沌珠乃司辰神器，掌控时之权柄，可回溯时空，逆转乾坤。当年的混沌神女是多么的高高在上，再看看如今的模样，如此狼狈不堪，连一个血阵都抵御不了。向我求饶吧，承认你的背叛，承认你的罪过，求我放过你。我只是我自己，并非什么混沌神女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也从未经历过，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逆转乾坤的神力。但你要我向你求饶，做梦！做梦！真不知道谢雪晨看到你这样，又会是如何。你若有什么仇怨，冲我来，不要牵连于他。你心疼他？他已经来了。雪灵，谁让你来的？这阵法凶险，你快走！我带你出去。出去？你到底是谁？吾乃昭明。你是人皇昭明？你
也是昭明。当年我一人一剑杀上天界，神族无一能与我对抗。若不是混沌朱灵阵背叛，本尊早已将神族屠尽，又岂会被镇于熔渊之下万年？近来桑奇修炼玉阙功，使得魔气异动，我才与你有所感应。我便知道，原来我竟有一魄留在世间。你我只是相貌相似，但凭何就能说我是你的一魄？君天，万年不见，已经变成如此模样。回来吧。这才是你原来的样子。你问我凭何？就凭我随时随地都能杀了你。谢晨，谢晨，强者没必要欺骗蝼蚁。我说你是，你便是。你只不过是本尊残留在人界的小小碎片。你这20多年的人生，于我而言也只是一瞬罢了。我是谁？不由天，不由命，更不由你。即便你是人皇昭明，是万年神奇，今日我也一定会从这里带走他。君天剑气力有万钧，落地竟毫无损毁。难道我们正处于他神识所造的幻境当中？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，实际上君天还在你手里。看来你似乎还活在万年之前，如今早已时移世易，一切都变了。谢雪晨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大家没事吧？可有暗族逃出？谢城主放心，无一暗族逃出。可刚刚收到传报，灵族突袭各派，雍雪城、玄天门、镜花宫虽已平息战局，可碧霄宫伤亡惨重。爹，娘，你们醒了。生儿，你怎么样？生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娘，我没事。碧霄宫情形如何？灵族已经被赶走，碧霄宫保住了。多谢盟主，挽碧霄宫于危亡。二位好生歇息，我去处理善后。余下的时间，好好陪陪他们。慢点儿。
他们怎么样了？福公主与段长老以身强挡自毁法阵的攻击，如今伤势过重，已经无力回天。眼下也只是回光返照罢了。最后的时间，就留给他们一家人吧。江离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我们去审问他。爹，生儿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们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。都怪我，要是我好好修炼，灵力再强一点，要是我早点发现江离他的真实身份。傻子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也不要自责。你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就生性正直善良，又乐观豁达，所以这次你也不要去怪苍林，不要被仇恨裹挟，只是这接下去的路啊，可能真的要你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娘希望你还是能像以前一样，每天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以后我们也不逼你去争什么盟主之位了，去他的吧，生儿，按照自己的心愿，快乐的活着。我不要娘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，娘。生儿，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爹娘也不放心你啊。我不要。生儿，不要，不要。生儿，你长大了，爹娘呢？我不要。不想你看着我们，你听话，你先出去吧，好吗？生儿，你就当我跟你娘去远行了，我还从来没带你娘远行过。好孩子，山高水远，若有牵挂，我们永远在这里。爹娘体面了一辈子了，临了临了，你就让爹娘体体面面的走。生儿，你别让爹娘走都走得不安心，听话。爹，娘。哎呀。
就这么干坐着等死，好无聊啊！要不做点事情？现在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给你梳头呢。还好意思说？梳不好，怕你骂我嘛。渊庭，我是不是老了？你看，都长白头发了。别拔，越拔越多，给你藏起来。你看，是不是还是青春永驻啊？哎呀，转眼啊，都过了一辈子了。我还记得长老第一次带我见你的场景，好像就在昨日一样。唉，我就说你的眼光好，肯定是看中了我的容貌，所以才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我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早就见过你了。啊？我呀，偷偷的去你们碧霄宫看过比武。那场比试，你的师兄、师弟、师姐、师妹，每一个都把你给打趴下了，输的那叫一个惨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确实是以貌取人。我只是在好奇，你说一个人怎么能输得那么惨，却还笑得那么开心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我若是能跟这样生性豁达开朗的人长相厮守一辈子，那该多快活呀！咱俩这一辈子吵吵闹闹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在容忍我的坏脾气。这若是换做旁人啊，早就一拍两散了。渊庭，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。不，能娶你啊，才是我鸿运当头呢。那世人都在传，我是为了利益，为了联姻，才娶了你这个河东狮。他们懂个屁！他们哪里知道你的好？每次在外面，你都护着我这个无能的夫君，为了孩子深谋远虑。你呀，就是个敢爱敢恨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眼光的洒脱女人。和你相处越久，就越敬你，越爱你。
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若不是谢盟主有交代，我早就杀了你，来为我那些死去的同门报仇。谢盟主，我们想与他单独聊聊。是。就有了阿宝。我不愿看他们母女二人沦落到被奴役的下场，于是，我便想杀光仙盟当中所有的伪君子，解救灵族。那日，我跟踪一艘载满灵奴的船，去到灵居岛。我想要杀掉他们的领头人，救出灵奴。奈何他修为高深，将我擒住。我自忖必死无疑，但他却没有杀我。你走吧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给你3次杀我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他心中打了什么样的算盘，但我隐隐感觉他跟别的修士不一样。于是，我便跟着他，想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。他依照诺言，没有为难我，让我在岛中自由行动。我跟着他来到一家茶馆，多谢多谢。我发现那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灵族，甚至包含了我想救的那些灵奴。他们嬉笑，送礼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对何仙我的尊重和感谢都是真诚的。原来，何仙我当时买下那船灵奴，是为了带他们到灵居岛来安家。何仙我才是真正对人族和灵族一视同仁的人。我知道我误会他，于是我便打算放弃刺杀。当时我只想回家，但他的手下却不让我离岛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他对于3次刺杀是认真的。第2次刺杀也失败了。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会离开灵居岛的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有第3次机会。但我不想杀你了。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再去刺杀他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要杀便杀，为何折磨我？我从没想过杀你，相反，我想帮你。帮我？你这明明是在羞辱我！你都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你怎么帮我？你本名傅苍离，你的父亲是碧霄宫公主傅渊庭的兄长。因权位之争，你父亲被害，你母亲带着你逃亡在外，并为你更名改姓为江离。后来，你娶了一只秀宝鼠为妻，还与她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唤阿宝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几天你跟着我走遍了灵居岛各处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如何？
这里很好，人灵两族能够平等相处。但这终究不是我的家，我是不会留下的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可以让天下都变成灵居岛这样呢？你要帮灵族，可你是人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也是人族，但我的家人都是灵族，众生平等。可人族以为自己有了神窍，就可以肆意奴役、压迫其他生灵，这是错误的，是需要纠正的。我们也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。即便你真的这么想，可就凭灵居岛的力量，怎么撼得动仙盟？怎么不可能？我看到了他暗中训练的灵族战士，这怎么可能打动你？怎么不可能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他已经证明了他会对灵族好。我不在乎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阿宝和秀秀。我可以为他们做任何事。你不要拿我当借口！阿宝，我讨厌战争，我讨厌你杀了哥哥姐姐。我喜欢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就见不到活着的我了。阿宝，傅公主死了，大长老也死了，但是哥哥没有了爹娘。你所说的自由，就是让人灵两族不死不休吗？阿宝喜欢人族，和人族相处甚欢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在将阿宝推入仇恨的深渊。其实你心里就根本没有阿宝和娘亲，你出去这么久，你只不过是为了杀人而已。姐姐，阿宝，是爹对不起你，爹让你受苦了。但你要相信，爹没有一天不想念你和你娘亲。我每一刻都想着与你们团聚，是爹没有，是爹没有，爹只是想给你还有你娘亲创造一个公平、公正的世界。我承认，之前确实是仙盟太过激进。江离，你如果信得过我，我便在此立誓，从今以后，所有仙盟修者不再需要灵奴，将人灵一视同仁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公正，想要两族永保太平的话，就告诉我，和仙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莫非他想成神？我不知。何仙我待我恩重如神，我没办法帮你去阻止。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我看你对阿宝，还有木姑娘，一直平等相待。我相信你，但我没办法相信其他人。我更不相信人灵两族之间
这么多年的积怨能够轻易化解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了，更何况，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封印暗月，对抗堕神，援救仙盟，一刻都没有停过。谢雪晨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一路，你也一直与我同行，你累不累？累自然是累啦，但谁让我选了你呢？不管多难多险，你都不能抛下我。荣渊之下堕神苏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无论真假，谢雪晨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大哥哥，还是那个堕神，他们都不是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或者替代，你是独一无二的谢雪晨。我的谢雪晨。可事情看似告一段落，实则并未解决。暗域的封印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心魔不灭，暗族破封印而出是早晚的事。还有何仙王，也不知为何，不知所踪。他谋划多年，必是有所企图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一切离去。谢城主，如此行色匆匆，出何事了？秋明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净化宫传的消息说，秋明带人清理战场之后就不见了。他会去哪儿？会不会出事了？高修士醒了，这是今日新到的茶，高修士来一起尝尝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当日星辰谷，最后留下的只有5个人，除了已死的桑琪、素公主，剩下的便是雪晨、木姑娘和高修士你。此番大战，何仙我不知所踪，可他一直盯着混沌珠，必定会找知情人逼问，而高修士你便是其中之一。是以雪晨让我秘密护你在此。那现在外面情况如何？仙盟有击退灵族吗？暗族加入了战局，形势反转，人族溃败，死伤无数。眼下，急需混沌珠，需借助混沌之力重建万仙阵。谢雪晨会看好混沌珠的，该怎么用，自有他的考量。还请南庄主立刻送我回镜花城，我不能看着暗族屠戮人界。所以说，混沌珠在谢雪晨手上。混沌珠在谁手上，我并不清楚。南庄主跟谢雪晨是知交好友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他吗？那若是南某偏偏想听高修士讲给我听呢？南庄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高修士，你在害怕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难不成南庄主还打算对我动手？高修士说笑了。南某
只想请高修士赏一幅画。这幅江山图是南某信手所画，画中山水花鸟齐备，可总觉得缺了些灵魂。我才疏学浅，不懂赏画，先回净化宫了。梅虚月，你想干什么？高修士好像有些激动啊，不如再睡一觉吧。善中静，画中人。这片山水天地，有你一人独享，总该是满足的吧。南庄主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你方才听到了，混沌珠在谢雪晨手里。但我倒有些好奇，桑琪和高秋明立场完全不同，甚至是仇敌，却都默契地闭口隐瞒。他们想要保护的，究竟是混沌珠，亦或是某个人？还是说，混沌珠就是这个人？何仙武，打消你的念头。我说过，你敢动他，我灭你。南庄主是不想去那梦中之地了呀？梦中之地，眼前之人，若二者不能兼得，我保后者。即便这眼前之人屡屡为了谢雪晨而无视你的心意，甚至妨碍你的计划，不错，的确是好茶。混沌珠是开启天梯的钥匙，只要天梯能修复，最后我可以留他一命。不过南庄主，你该不会连伤他分毫都舍不得吧？若我当真，就舍不得呢。那你为何又不愿杀谢雪晨？我早便同你说过，谢雪晨的存在是个威胁，不仅对你我来说是，对穆玄灵也是。只要谢雪晨在，穆玄灵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陪着他以命犯险，说不准哪天就死了。你既要保穆玄灵，何不同我一起杀了谢雪晨？你们是说，秋明的失踪跟何县我有关？传盟主令，全仙盟通缉何县王。不仅要通缉令，我还要万金悬赏。不管多少金，我都要把秋明找回来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别乱了心神。乱心神？我跟高秋明什么关系啊？我最讨厌他了，他最好出事。是吗？当然了。你其实不恨他，对吧？小时候的仇，谁还会真记一辈子？这场大战，死的人够多了。高秋明，我不许他死。
在应该叫你哥哥，还是叔叔？大人的事，不该扬起你。你可以继续叫我哥哥，但不能叫我叔叔。哎呀，哥哥一直不吃东西，会饿坏的。娘亲说，心里苦的时候吃下一点点心，会甜上一点点哦。心里有苦，也得面对，笑着走下去，爹娘才能放心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是他带来的灵族害死了你的爹娘。阿宝怕哥哥会讨厌阿宝。阿宝，哥哥不是什么大圣人，我虽然不会复仇，但我也是真的不想见到江离了。但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哥哥不会讨厌阿宝。哥哥，如果你一个人感到孤单，阿宝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好，哥哥想清楚了，我会把秋明平平安安的带回来。我有好多话想当面告诉他。公主，公主，有高修氏的消息了。找到秋明了。我们也刚到，是云秀山庄收到的消息。县盟通缉令、悬赏令传遍各处。今日清晨山庄一修士禀报，说是看到何县我将高修士带去了暗域。何县我带他去暗域干什么？原因还不清楚，但何县我心机深沉，他行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谋算。如今看来，他之前很可能是故意制造三族大乱。一方面，趁着混乱掳走高修士；另一方面，他想借仙盟之手，封印暗族，以便他在暗域实施自己真正的计划。什么是真正的计划？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难不成何县我以为高秋明是混沌珠？秋明是混沌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猜错了，高秋明不是。但若何县我这么以为，难不成他是想借高秋明之力修复天梯？据传当年人皇昭明获释，甚至与上天弑神，惹了神怒，神族不愿再庇护人族，于是斩断了天梯。那何县我为什么会觉得有了混沌珠就能修复天梯？因为斩断天梯的，就是混沌珠。上古神器，混沌珠。天命书随创世而生，一个掌时空，为司晨；另一个掌因果，为司命。他们都是天道的执行者，亦是高于神族的存在。不过天命书从未现过世，所以何县我能渴求的只有落在人界的混沌珠。但我在暗域10年，从没有见过什么天梯遗迹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。若传说为真，那天梯遗迹上必定还残留着混沌之力。混沌之力可以扰乱时空，甚至可以让时空折叠、隐藏，所以你看不到也是自然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这就去暗域救秋明。傅兰生，那是何县我，你自己一个人去送死吗？那倘若何县我知道他不是混沌珠，必然会杀人灭口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你要去，也得带上筹码。
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此番请你前来，只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小忙，将混沌珠引来。举手之劳，想必你不会吝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混沌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不到你还颇有情谊。只是有一点你想错了。你越是为他掩饰，为他隐瞒，便越是暴露了真相。混沌珠就是穆玄灵。他区区一个灵族，怎么可能跟神器沾边？你未免也太抬举他了吧？万年前，天梯便是被混沌珠斩落在这里。这遗迹之中，充斥着混沌之力，只有混沌珠可见。凡人若是进去，便会在其中永久迷失。高修士，你可想进去试试？你在威胁我，是吗？我和你说过了，穆玄灵他不是混沌珠，他就不是。高修士，我只是想让穆玄灵帮我修复天梯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这三族之乱，伤者多少，亡者多少，天下苍生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我也很遗憾。你说的倒轻巧。你为了打开天梯，不择手段，丧心病狂。这天界有什么非去不可的？听说天界有永不断流的仙泉，无需劳作，只需从人界攫取灵气精华，便可人人长生不老，无所忧愁。可人族却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仅仅是想吃饱饭，都要仰赖老天垂怜。我很想到天界去看看，为何世事会如此不公。你设修仙阁，屡屡作乱，手上沾了多少鲜血？现在又来这儿做慈悲之相。与你论道倒是有几分意思，只是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的朋友们已经来了。秋明，傅雷生，何仙我，你放开他！他跟南虚月是一伙的，他们还有后招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放开他，换我来，我任你处置。何仙我，你想要的是我，放了他。我来解决。他剑在颈上，你的剑就算再快，也怕有万一。我才是混沌珠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想欠他的。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你我是死对头，我从没喜欢过你。就算你现在过来换我，我一点也不会感激你的，一点也不会。你少废话！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这个废物，怕是流年不利，老是被人挟持。我劝你回去还是学遁术，打不过就跑。穆玄灵，小的时候让你为我替死，是我亏欠。今日，我便全部还给你。不要！秋明，秋明，
双剑阵。你走不了了。谢城主似乎得意的太早了。高秋明虽然愚钝，却有一句话说对了：我既与南虚月合谋，又岂会不留有后招？南庄主，该你动手了。万仙阵，南虚月，你背叛我！从未效忠，何谈背叛6000年前，仙盟耗尽混沌珠之力，才得以建立万仙阵。如今你们空有混沌珠之体，却缺混沌之力，想重建万仙阵，简直痴妄！痴妄！论当时灵力至强者，恰恰剩我、穆玄灵以及你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并不是我算计你，而是我被算进了你的棋局里。我们无法算到你每一步会怎么走，但知道你最终会怎么走。何信我，此门为你而备，和南虚月的配合，并不算难。南虚月受我胁迫，身不由己，真是这样吗？将死之人，你就尽管笑吧。笑完之后，带着你所有的罪业，到地下赎罪。起阵。你们之间的同盟，根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南虚月所做之事，你当真可以视而不见，当作无事发生吗？而你呢，南虚月，你真的放得下他吗？你想要活下去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南虚月，你想清楚，我一旦死了，你便再也拿不到药，你也会死。终于啊，都入阵了。都。南虚月，开阵。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不要！虚月，你干什么？大战已起，阵眼中人皆不得逃，三门皆为死。三人皆死。真是好大一出戏啊！南虚月，难道连他你也要杀吗？你所求究竟为何？玄灵，
无论如何陷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不该是这样。谁家亲郎总是像你这样连名带姓的叫人？以后叫我灵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跟玄信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若我身死，你就是下一任仙梦盟主。愿这灵位受命，不会令你太过为难。可是穆姑娘又该如何？他身上有一块玉牌，是南虚月所赠。我接触过那玉牌，的确是护身至宝。只要有他在，玄灵性命无忧。我是问，如果你死了，穆姑娘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路呢？穆玄灵，生于人界，长于暗域，这世间从来都没有对他好过，他却凭着一强意志，从不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将所有的痛苦和折辱都踩在脚下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，他是他自己。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我的死而黯淡，而失去意义。我爱他，敬他，也信他，只是留下的往往比先走的那个更痛苦。是我太过自私，要让他做留下的那一个了。每一次作战，你都望着四肢，你总是为所有人考虑，却唯独不为自己留后路。谢学长，你真傻，你心怀天下，总要有人心疼你。死的事情，就让我这个妖女来做吧。对不起，还是你自己留下吧。谢雪晨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受这一击的本该是我，不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玄灵，玄灵。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。
萧宫弟子已去通传高秋明的消息，不过，你当真决定要借万仙阵重建之机，杀了何宪我和谢雪晨吗？一个不顾他人性命，一个不顾自己性命。他恨的，他爱的，都会让他身陷险境，所以他们都得死。可他也在阵中，万仙阵阵法难改，一旦改阵，便只能是三门皆死，他也逃不了。我的玉牌会护着他。代价呢？能抵御万仙阵死门的法器，你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只是把他所受的伤害转移到我身上罢了。那你会死？杀了何宪我便也活不久了。杀了谢雪晨，他就会恨我。怎么想，最该死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吧？我曾说过，若有一天我动了谢雪晨，他便可取我性命。我既允诺于他，便定会做到。所以我和谢雪晨一起死吧，把性命还他便是。我今日才真正发现，你果非清风明月，亦非料事如神。你能成事，是因为你是个疯子，一个不要命的疯子。